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我是小小，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很多人都会问我的痛点。小小，我每天都在背单词，但为什么总是背了有忘了有背？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记得更快、更牢？这个问题，我相信每个中文学习者都深有体会。它就像一场用武之境的拉锯战，是场让我们感到挫败和疲惫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这场拉锯战其实是可以被我们赢下来的。它需要的不是我们每天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伺机赢背，而是需要我们掌握一套科学有效的记忆秘籍。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，我是如何一步步将那些看似复杂难记的中文词汇和椅子，变成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老朋友的第一步。告别铁蛋大肚兜，让椅子活起来。我们都知道，中文的椅子和拼音文字不同，它是一种象形文字。每一个椅子都像一幅小小的画，或是一个小小的故事。如果我们只把椅子当做一对笔画的组合，那么它对我们的大脑来说，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，自然很难被记住。我的第一条记忆秘籍就是让椅子活得起来。一，用拆解儿的方式看清椅子的庐山真面目。每一个椅子都由偏旁部首构成，这些偏旁部首就像是椅子的零件。当我们看到一个新椅子时，不要急着去背它的笔画，而是现场是把它拆解开来。比如马这个字，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女和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骗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一个女人像一匹马一样，为了家庭不停地奔波劳碌，所以她是马。这个故事虽然不符合椅子的本意，但它却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生动、有趣的记忆联想。又比如"好"这个字可以拆解成"女"和"子"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孩子。这幅画面是不是立刻让你感受到了温暖和美好？通过这种拆解的方式，我们不再是去记忆一对抽象的笔画，而是去记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零件和故事。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字时，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联想到这些零件和的故事，从而大大提高了记忆的效率。二，用联想的方式给一词赋予生命。除了拆解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联想的方式给椅子赋予生命。比如"修"这个字，左边是人，右边是母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靠在一棵树旁边休息，是不是非常形象？又比如，看这个字，上面是手，下面是目、眼睛。我们可以联想一个人把手放在眼睛上面，望远处看。这幅画面立刻让我们理解了"看"这个字的含义。我们甚至可以把两个毫不相干的椅子，通过联想的方式连接起来。比如"森"这个字有3个母组成，我们可以联想一棵树是母，2棵树是林，3棵树聚在一起，就是一片森林。这种阶梯式的联想，能帮助我们构建一个逻辑清晰的记忆网络。通过这种联想的方式，我们不再是鼓励的记忆每一个椅子，而是把它们串联成一个生动有趣的记忆链。这个记忆链越长，
我们的记忆就越牢固。第二步，告别误情刷题，让词汇动起来。很多人背单词，就是不停的重复，不停的抄写。这种方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效，但它就像海绵戏水一样，你习得再多，只要没有及时记出来，最终还是会慢慢流失。我的第二条记忆秘籍就是让词汇动起来。一、建立主题词库，让词汇抱团取暖。我们的大脑更喜欢有组织、有规律的信息。当我们把词汇分类记忆时，记忆效率会大大提高。比如，当我们学习交通这个主题时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相关的词汇都放在一起，记忆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地铁、公交车等等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仅记住了单个的词汇，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交通概念。又比如，当我们学习家庭成员这个主题时，我们可以把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这些词放在一起记忆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拓展，爸、爷爷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也加进来。这种主题词库的学习方式，就像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建立了一个制式文件夹。当我们想要提取某个词汇时，我们只需要打开相应的文件夹，就能快速找到我们需要的词。二、用情境造句，让词汇落地生根。背诵单格的词汇，就像是在学习一个个独立的零件，它们没有被串联起来，自然很难被我们灵活运用。我的方法是用情境造句的方式，让词汇落地生根。比如，当我们学习"吃饭"这个词时，我们不要只停留在"吃饭"这个词本身，而是尝试把它放在一个完整的情境中。比如，我今天中午和朋友一起吃饭，你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？晚饭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。通过这种情境造句的方式，我们不仅记住了"吃饭"这个词的含义，更掌握了它的用法，以及它在不同情境下的搭配。我们还可以尝试用串联的方式，把多个词汇放在一个句子中。比如，当我们学习了汽车、上班、堵车这三个词时，我们可以尝试造一个句子：我每天早上开车上班，但是路上总是很堵车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仅复习了这三个词，更巩固了它们的用法。这种情境造句的学习方式，就像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建立了一个个记忆场景。当我们再次遇到这些词汇时，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联想到这些记忆场景，从而大大提高了记忆的牢固度。第三步，告别哑巴抑语，让大脑活跃起来。很多人在学习中文时，习惯于默读，或者只用眼睛看。这种方式虽然能帮助我们理解词汇和句子，但它却无法激活我们大脑中负责语音和发音的区域。我的第三条记忆秘籍就是让大脑活跃起来。一、用朗读的方式让词汇发声。当我们大声朗读时，我们不仅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更用我们的嘴巴去说。这种多感官的刺激能大大提高我们大脑的记忆力。
我刚开始学中文时，每天都会抽出10分钟，大圣朗读我学过的圣词和课文。我不会去纠结我的发音是否标准，我只管大声地、自信地读出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就有了显著的提高。我以前需要重复好几次才能记住的词，现在只需要朗读1、2次就能牢牢记住。朗读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帮助我们纠正发音。当我们把一个词读出来时，我们的大脑会和我们听到的声音进行对比。如果我们发现发音不准，我们就会有意识地去纠正，从而避免了错误的习惯。2. 用听力的方式让词汇入耳，除了朗读，听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方式。当我们听中文时，我们的大脑会不断地处理、分析、理解我们听到的信息。我刚开始学中文时，每天都会听一些简单的中文广播、中文歌曲或者中文播客。我不会去纠结每一句话都听懂，我只管让我的耳朵习惯中文的语速和语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我的听力有了显著的提高。我以前听不懂的词，现在能慢慢的听懂了。我以前听不清的句子，现在也能慢慢的听清了。听力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语感。当我们听多了中文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掌握中文的语序和句式，从而避免了一些语法错误。第4步，告别孤独学习，让中文融入生活。学习中文不应该只是一件坐在书桌前的事情，它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为你探索世界的一个工具。我的第4条记忆秘籍就是让中文融入生活。1. 用兴趣的方式让学习快乐起来。当我们把中文和我们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时，学习就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。比如，你喜欢看电影，你就可以开始看中文电影，看中文综艺。你喜欢听音乐，你就可以开始听中文歌。你喜欢玩游戏，你就可以把游戏的语言设置成中文。当我把中文和我的兴趣结合起来时，我发现我的学习动力变得更强了。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指示，而是主动地去探索、去发现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为了看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中文电影，把电影中的每一句台词都听了好几遍，直到我能完全听懂为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仅学会了很多新的词汇，更了解了中国的文化。2. 用社交的方式让中文鲜活起来。语言的本质是沟通。如果我们只把中文当作一门学科来学习，而没有把它运用到实际的沟通中，那么我们的学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我刚开始学中文时，非常害怕和中国人交流。我害怕我的发音不准，我害怕我的语法错误。但我的中文老师告诉我，如果你不开口说，你永远也学不会中文。于是，我开始勇敢地开口说。我找了一个语言伙伴，我们每周都会一起聊天。我们从简单的“你好”“谢谢”开始，慢慢地聊到我们的兴趣爱好，我们的生活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我的中文进步非常快。我以前需要思考很久才能说出来的句子，现在能脱口而出了。我以前需要查字典才能理解的词，现在也能在情景中猜出它的含义了。社交就像是中文学习的催化剂，它能让我们的中文知识混含起来，让我们的学习变得更有趣、更有效。总结：从重复到理解，从司机到活用，从司机应背到高效记忆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努力，而是更正确的方法。当我们把椅子当做一幅画，一个故事来理解时，它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。当我们把词汇放在一个完整的情境中去或用时，它就不再是一个鼓励的单词。当我们把中文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兴趣爱好、我们的朋友结合起来时，它就不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，而是一个能让我们探索更多有趣事物的朋友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在违背单词而烦恼，我希望你不要放弃，尝试一下我今天分享的这几个方法，从重复到理解，从伺机到活用，你就会发现，中文学习其实可以变得很快乐，很有效。谢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每周都有新的一集，用简单有趣的方式和你一起探索中文的奥秘。我们下次见，加油，别放弃。